然后，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 LeetCode 的1921题哈。简单来讲就是打怪问题。我们除了将它解答之外，当然我们第一个解答的方式是用 C++，然后再用 Python。那之后我们发现，要了解清楚，还是把那个图形把它画出来。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一开始你要搞清楚啊，时间就是距离除以速度，这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啊，这题目很长，所以1921题，消灭最大数量的怪兽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意。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说玩 game 一个 video game， 然后它会给你两个阵列或者是清单啊，就是说第一个阵列或清单它是所谓的 distance 的在 I 的话就代表它开始的一个距离嘛，好，那你就是要去保护你的这个城市。那每个 monster 呢，它都是用固定的速度啊，就是说它速度它不是变数的。但每个 monster 的速度不太一样啊，所以它也是用一个阵列或者是清单去装啊。Speed 在 I 的时啊，就是它的速度啊。那单位什么那个其实就自己去看好。那基本上你有一个武器嘛，有一个武器，那它就是说单位时间呢，它只能射一发那射一发，然后你就要等时间再去charge 我们讲充电或者怎么样的充完了你才能再打第二发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最后 monster 呢达到你这个城市呢，而且你这个时间呢，你的武器呢是已经 charge 好了，这一发的发射是无效的这一发是无效的，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当然有些游戏的设计会设计在距离0的时候，它依然是有效的这个在这边的话是无效的。好，所以请你回传最大你能够消灭的 monster 如果答案是 N 的话，就代表你全部都消灭嘛，那是最好的情况嘛。那有可能那个怪兽来的实在太急太快，你根本没办法一个一个将它处理掉，那当然你就 game over 嘛就是说原则上就是在 game over 前，你最大的一个能够处理掉的 monster 有几个？这个问题应该很多有玩 game 的大家应该有碰过类似的一个游戏好，我们这里也有中文的翻译，那其实刚刚都已经大致都讲了，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有需求的话，你当然可以去看。好，那我们这里就看一下我们解题的一个方式基本上我们去算它的所谓的时间嘛，时间我们也不必算到很精确，因为你原则上每个单位时间，你那个武器必须要充电或干嘛的所以基本上它只要是在某一个时段
一个区间到达，我们都可以算它是相同时间。好，在这边的话，我们原则上是采用所谓的天花板函数啊，天花板函数 CL 函数。一般来讲，这个在诸多的程式语言应该都有啊，像 Python 的话，应该就是在一般的 Math 套件里面一定会有。好，那这边除出来呢，当然这个浮点数，然后你需要的话就是无条件舍去，然后安全起见还是让它转换成 int 啊，像我们这边的例子，我们这边给大家是可以看到，比方说我们的 d 就是要 distant 啊 ，s 呢就是假设是 split。那所以你当然这边来讲啊，每个值你当然就去算 d 除以 s， 基本上就是 t 嘛。好，那我们呢先要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就说在这边有2个清单是什么呢？其中这个是一个一维的清单。下面呢是一个2维的清单，好，那上面这边的话是原则上就是说你在那个时间的范围，每个单位时间所到达的 monster 的个数啊，像这边这里是1，这边是3，这边是1，那我们这边最先到达的是4号 monster 不是说距离最远它是最晚到，你要看它的速度所以4除以4等于1然后在这个时间这边是时间0、时间1、时间2，时间2没有 monster， 时间3有3个刚好就是这3个。因为这3个都是3除以1嘛，等于3嘛。后面有没有？后面还有一个时间4还有这个这个答案是3这个答案是3为什么？其实你就这样看嘛。你在时间0的时候可以可以打掉任何一个嘛。好，那所以在时间2的时候，你已经打掉3个了 ，OK。时间3的时候呢，至少会有一只怪兽已经进入那个城市，所以答案就是3，这个部分要清楚。那我们其实来讲，我们要了解这种解题，当然就是把图把它画出来嘛。图把它画出来，当然来讲说，最好画图的工具，一般来讲在 Python 来讲就是 Pyplot 所以 Pyplot 可以画数学函数的图啦，还有一些统计图表啦，其他非常好用。那我们这边顺便讲那我们知道在时间0就是1发、第2发、第3发。好，你从这个图你大概就知道，你可以那个消灭几只怪兽，那就2只。为什么呢？在时间1的时候，你发射2发有效的。那时间2的时候，你发生第3发，可是无效。为什么无效呢？因为你蓝色的线已经超过你了。蓝色的线超过你蓝色线是什么？就是累计到那个时间点所到达的 monster 的个数所以你这里面这个当然这种概念是在一般的统计里面常用到的所谓的累加或者我们一般讲 accumulation sum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边的话，你透过图形来看，实际上就很清楚就了解这答案。重点是我们要怎么去解
我的解法是一开始是用 C++哈，因为我本人比较习惯用 C++ 去写程式啊，一方面它快，二方面它会比较简洁，也不见得比较简洁，它就是比较快啊。那我们呢大概简单看一下哈，所以丢进来有2个 array 啊，一个是 distance， 另外一个 speed 啊，当然先算它那个长度，然后我们这去设一个 monsters time， 每一个时间区间的到达几个 monster。那我们是为什么要 n+1？因为是从时间0到 n， 所以当然 n+1。这个第6行，这个是我们就将里面的回圈部分把它展开一点这个是可以第6行跟第13行，这样可以速度稍微快一点这边我们也是采用无条件进位无条件进位所谓的 self 函数当你那个到达的时间是大于 n 的时候，我们就设为 n 因为那个很慢的，你其实你后面去处理就可以好，那所以在那个时间t， 我们这里代表的时间其实是不含 t-1， 但是有包含 t 的时间当然来讲 t 在这里是整数t 在这边的话是整数应该来讲这边应该是自然数了t 在这里是不等于0等于0的情况呢，等于0的话，我们这边完全就是基本上就是0了所以它不会等于0好，那再来的话就透过另外一个回圈所以你就看你的 short一开始时间0当然是打第一发嘛时间0它没有怪兽嘛，它并没有说一开始怪兽就是在你的city 里面嘛，并没有嘛所以它最短距离是一定是1嘛最短距离它的最小的速度也是1所以它不会有分母为0的情况所以在这边这边不会有分母为0的情况，因为这 speed 不可能等于0如果 speed 等于0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它一直就待在那边所以它就不会到达它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 speed 等于0的话，你当然要另外再去处理那如果是那样的情况呢，可能就类似是这边第10行的部分基本上它就是变无限大或怎么样的。你如果说 speed 等于0的话，你就直接让它等于设它等于 n 这个其实就是说跟你的题目 constraint 也有关联。好，后面的这里所以我们这边就开始累加了。我们在时间我们在这个你发射，我们这边是以 short 为主嘛 ，short 是在时间0开始第一发嘛，所以 short 减1，原则上就是 OK 那个时间那个时间这边是跟时间有关的，所以你就将呢目前时间所到达的 monster 有几个，把它加总加进来。那如果呢你的 monster 的那个曲线呢，它大于等于 short， 就基本上就是超过了或者交叉了，这个部分你就当然就跳出回圈了。那你在传值之前记得要减1因为你最后一发那个设计是无效的。好，最后一发我们跟我们的题目设定是有关联的。好，后面我们就看看程式实作部分。程式实作部分我们大概分作2个部分，一个部分当然就是直接在力扣上解题，那我们打算就直接用 Python 去解也比较直接。另外呢，解完之后呢，我们再用 Matplotlib Pyplot 去把刚刚简报当中的图把它描绘出来。好，
好，我们看在 Python 上怎么做哈。在这边的话，我们看我们先设变数 n 的话就是这两个 list 啊，不管是跟 distance 有关或跟 speed 有关，它的长度都是 n 所以我们只要选择其中一项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们摆的是 dist 好。然后呢，我们再去设一个，就是说你在某个时间区间它会到达的怪兽，所以我们这边就名称我们就打 m monsters underscore t 边的话。它原先我们给它的值都是0，那时间0是没有任何怪兽的从时间1一直到时间 n， 那因为我们是从0开始，所以你这个清单的长度是 n 加1，好，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让回圈跑一遍在这边的话，我们简单起见，我们就用 range for 所以我们的 i 它是在 range， 那原则上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长度是 n， 所以说0到 n 减1这边打，不要忘记冒号。好，再来。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去计算它的时间。基本上我们计算时间的方式是无条件舍去无条件舍去，所以它这边应该是 math 当中的 cell 函数。好，那你这边 dist 方括弧 i。再除以 speed第i 个，那这个东西出来，它应该是浮点数，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为 int， 不然可能会有问题。好。如果因为我们的阵列索引最大是到 n 所以当你的那个算出来时间是超过 n 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强制让它变成 n。那其实记得那种怪兽跑得越慢的，距离又很远的，那个是最没有威胁性的所以那个我们可以最后再处理。好。那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它的时间嘛，所以我们要算这一段时间区间里面的怪兽总数。所以它在时间区间 t 的部分请你加1，加等于1。好，那其实我们在一个回圈就差不多就完成了但是我们还要再去设一些变数，比方说我们涉及数当然初始先设1你在时间0的时候其实就设1发了。那我们的 monsters 的总数一开始也是0。好，那么我们这边也是用回圈。好，那我们这里的回圈原则上是所谓的条件回圈好了，坏了当你的 shoot 是小于等于 n， 我们就进行我们当中的迭代，然后呢回圈结束的时候，你记得再把shot 再给它加1，然后所以我们的 monster 的个数当然是我
我们上个时间的，再把它的一个加总啊，到目前为止，所以我们这边是 shoot 减1，好，然后呢，如果我们的 shoot 小于等于 monster 假如你的 monster 的个数呢要大于等于你所涉及的弹药的话，那当然就 game 就结束了啊。那当然在这里面你的最后一发的 shoot 是无效的，并没有。然后在这边我们的 shoot 要加等于1，好，那在这边不要忘记一个冒号啊，所以我们这边最好还是这样的写法，这边还是让它另外一行好。那因为你这边已经 break 掉，所以当然它在这次迭代的时候它不会加1啊。那最后一次的 shoot 是无效的，所以你要再把它捡回来。好，然后再来 return 我们的 shoot。好，那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把下面的 test case 拉上来点。好，原则上我们就让它来执行一次。好，我们的结果应该都是正确的，都正确的话，我们就把它 submit， 至少 Python 版的应该是 OK。好，确实是 OK。好，这类问题我们当然立刻已经解答了，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对它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借由那个相关的函数的图形的描绘呢，能对这个问题甚至对于我们那个解答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好，那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逐一命令格来执行。我们这边是用 JupyterLab。好，那在这里的话有2个list 这当然是在刷题的，特别是刷LeetCode题目的网友所提供的这部分test case。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是 distance 下面这是 speed。我们看看它的长度它长度2个应该是一样45。我们自己如果去 key 的话，大概会 key 蛮久的。然后这一部分应该就是我们从刚刚在LeetCode网站上所完成的那个部分，我们做适度的一个小的修改我们并不打算用那么物件导向的方式去写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用一般的函数。好，那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的话，你需要汇入的 package 像 math 这边就不可以省略。OK， 那我们另外多了在这边22行跟23行，我们去列印那同时我们在第5行的部分呢，我们去先建立一个2维的一个 list 那主要是说monster 的 index 把它放在那个时间我们那个时间区间那个里面那我们先让它执行一下，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解释。好，这边这个函数定义好了，我们当然要去呼叫所以我们里面放的参数 D0 就是定义在这里的。
S0呢也是定义在这边的啊。我们看一下哈，它解答是7啊，所以在这边24行。可是我们在第22行跟23行的部分，我们会去列印它相关的 list 啊，所以在22行的部分，我们就将所谓的 monster underscore t 啊，将它列印出来。好，那23行它的资讯更为丰富。好，这边我们把它关掉啊。23行的我们将 monsters lists 二维的 list 把它列印出来。那这边我们其实有将 monster 的index 啊，我们也将它列印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只要是在这个时间啊，比方说这边应该是0、1、2、3、4、5、6啊，就是说在时间6啊这个区间啊，就是大于5、小于等于6的这个时段呢，Monster 23、31、35、39、42啊，他们会来。那这个是我们必须优先要处理的啊，所以就是它最短时间会到达的。那当然，因为还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间距啊，那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原则上就是它越短时间的就要越先处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比较简短的例子啊，那这个例子是蛮长，这个当然是正确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答案是4。只要你 short 的个数呢是小于等于它到来的 monster 的总数啊，那个时间的那个总数的原则上呢，你这个游戏就终止了。那最后一个 shot 当然是无效的哈，所以这边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在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应该就碰到了。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好，这边这是另外的情况，这个在时间在这边应该会碰到啊，在这边会碰到啊。那我们至少在前面的2个时段，你至少可以发射有效的2个 shoot。好，那下面呢，我们只不过就是将这边的这个function将它整个展开啊，展开。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哈，整个执行。好，所以这边跟上面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定义一个新的 list 啊，基本上这就是所谓的累加啊。我们将 monster 的它的根据它的 index 啊，只要是小于等于这个 index 的所谓的 monster 啊，在那个时间来的，我们通通将它累加起来，然后放到这个 list 里面啊。这个 list 叫 ACC sum 啊。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绘图了。好，绘图的部分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其实可以将我们的这部分呢稍微把它改一下啊。Ctrl V 啊，上面那个例子我们看看，这边这个所以是4啊，然后可以这里的情形我们下面都要再执行啊。好，这个是累加的清单 list 啊，这边我们就绘图。好，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4的地方，
那在这边它刚好是交叉，所以等于也不行啊，你必须是红色的，必须要在蓝色的上面啊，连碰触都不可以啊，所以这个两个 case。